彭督察，这位叶小姐说她昨天在上海发现了罗凤玲的行踪。你确定你看到就是这个人吗？对，他就是个坏。怎么了？不可能！什么不可能？我是西城分局督察长王一红。我问你见到的是不是这个人？不可能，太可怕了！哎，王一红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没什么。这是谁啊？这是？好像是伊丽莎白夜总会的叶明珠。哦，他就是叶明珠啊。这个应该是那个叶小姐的吧？可能刚才撞了一下。韩副市长，这个案子的情况，请您到办公室，我跟您慢慢汇报。来，请。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认识曹一文？放开我！你到底是谁呀？我知道，你肯定认识他。我不认识曹一文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找到他？我不知道。找谁？没什么。对了，马上进行全城搜捕。搜捕谁？罗凤玲已经回上海了。諏訪先生の品物をお持ちいたしました。ああ、あんたか。入ってくれ。なぜ一人だけなんだ。彼は具合が悪くて、金は私が持っています。では物を見せてくれ。この切手が本物だったら早く金を持って帰れ。もし今回の商売のことを外に漏らしたら殺すからな。偽物だったらもう商売はできなくなるから。わかるか？はい。帰れ。
想再麻烦，但是这次非得你亲自出马不可。自从我知道他从日本回上海之后，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，所以连其他的帮手我都帮你找好了。啊，我可不想把他们也拖下水。他们呀一直在跟我说，要找机会好好谢谢你，帮他们追回了毕生的积蓄。这可不是儿戏。你在认识我之前，至少已经在江湖上做过局了。可是他们跟我学了不少啊。怎么，老头老太就不能当私家侦探了？那我们走了。辛苦啊，好好走啊。小伙子，身手不错呀，能把邮票从那家伙的身上偷过来，还让他一直没有察觉。身手不凡呐。是吗？哪有？什么都没偷着。那假邮票真的被他们弄丢了？意料之中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一开始，人家就没打算卖给你假邮票。这个罗凤林啊，这次从日本回来，就是帮日本人要拿到那个大龙邮票，所以他通过我接触上了大龙邮票之后，一定会一脚把我踢开，所以偷不着真的是情理之中的事儿，他肯定是自己想办法处理掉了。既然罗凤林的钱都是用来替日本人卖命的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有多少？这里有7万呢。你们看，怎么分吧7万，这么多？为了弄到邮票，他们是真不惜血本了。我也没想到罗凤林会有那么多钱。我本来还打算让石永川借他一笔，到尤太太那儿去买邮票。不是，等会儿，石永川，那小子回来了？现在还用不着他，还是说罗凤林吧。他现在在日租界，警方没法开始行动。但是要是有一个杀手的话，就不太好说了。我最担心的还不是杀手，我最担心的是这罗凤林搞得跟张善民一样，不肯合作怎么办？老办法，把这个交给他，他就知道怎么做了。我这就去。既然是罗凤林已经拿到了钱，为什么还要设一场戏呀？为的是把他搞进日租界？这也是原因之一。邮票呢？怎么，你还想用他再去害其他的人？我怕罗凤林有眼光，所以把真的邮票借来。现在用完了，得还人家。你，果然，既然我都想到了，怎么还会上当？一切都是你设的局，对不对？什么伪造师傅、尤太太、日本人，从一开始你就算计我。咱俩也算是彼此吧。从一开始你不也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吗？那枚邮票你是故意弄丢的，从一开始你就打算把那枚邮票卖给日本人，只不过你错误的以为走访之人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行，我今天栽在你手上，我认了，但是你也给我小心点。该小心的人是你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没有完成任务，这日本人不会庇护你。3年前你为什么要逃到日本？我想你比谁都更清楚。你到底是谁？知道3年前的事情？是季先生让我来找你的。季先生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季先生让我给你捎个话。
季先生还没死。我想这信里应该说得很清楚了。那3年前找到我的是有人盗用了季先生的名义。我虽然还不清楚你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，如果你再找那笔钱的话，我奉劝你就别白费心机了。我根本就没拿到。没拿那笔钱。我要是拿到了，够我在日本逍遥快活一辈子了。干嘛还冒险回来？我也被耍了。新海贸易商行开出的根本就是一张空头支票。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。这虹口区是日租界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去。再说918事变的影响还没有消退，贸然进去抓人，一定会造出事端来。我们现在只能在这儿等着。对了，我听说这日租界还有一个出口。要不带上几个弟兄过去堵着？万一他要走不出来呢？我在这儿先堵着嘛。再说荣局长现在已经跟日本使馆在联系，希望他们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。行了，记住啊，一定要确认好身份以后再放人进去，不能让他跑啊。行了，去吧。你怎么还在这待着？第一队，跟我走。按王奕宏的设计，他要让乔恒喜将错误的抓捕地点传递出去之后，再让检方逮捕他。只有这样，刺杀罗凤林的那支枪才不会大响。你去哪儿？不是按计划行事吗？3年前的事情，我现在一句2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。等到了约定的地方，我再慢慢告诉你。哎，你就别跟着了，现在警察肯定都已经在找我了，别再把你给暴露了。不能回去！这么紧张干嘛？我既然来自首了，你还能怕我跑了不成？带走！还是什么都不肯说？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我真不认识。那他呢？这人是谁呀？跟你一样被季先生算计的，也是主动来自首的。被季先生算计的人多了，都要互相认识啊。局长，怎么样？什么都不肯说。好，这儿先放一下。检察院来人了，了解乔恒喜的情况。怎么是他？我们现在可以进去吗？王奕宏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也奇怪呢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按照你的意思，带人去另外一个出口去堵李志强，结果没有任何哨卡，到那儿没多久他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。那恐怕是误会了。他是检察官，专门冤枉好人。我父亲就是被他带走的。当然了，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，这罗凤林呢，已经被我们抓到了。真的？饿了吧？
吃点包子，刚买的，还热着呢。哎，你看，这纸条还在这儿。怎么了？看见纸条没胃口了？说话！谁让你这么干的？目的是什么？消息是我出卖的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除此之外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对不起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我他妈那么信任你，你他妈居然敢出卖我！王探长，你别这样。别管我！抓到一个跟我父亲一样的警察，你很有成就感吧？啊！要杀要剐你随便，反正我什么都不会讲的。老子今天就逼着你说，说不说？王一红，住手！好了，这儿不用你管了，我来审。不行，我等了3年重新审查这个案子，现在案子还没有审查清楚，却被自己人给使了绊。他今天要是不说，老子就一枪崩了他！你敢，王一红？白讲放下！我是乔恒喜的上司，当初是我决定让他参加这个专案组的。现在他出了问题，应该由我来审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我们还是出去吧。别碰我！是他朝乔恒喜开的枪，局里现在不安全了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们审完了，我要把乔恒喜带走。想你父亲了。我父亲和他不一样，他是被人陷害的。当时是我把他带走的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怪我。哎，刘叔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他们怀疑你父亲参与了这起连环欺诈案。怎么可能呢？很有可能是别人陷害的。我知道，我很清楚他的为人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一定能够调查清楚的。但是，好了，不用着急了。我现在已经被司法部录取了，只要给我一点资料，我一定能够还我父亲一个清白。你应该清楚回避的原则。虽然你跟老黄没有血缘的关系，但是他们不会让你碰这个案子的。你放心，是程英儒在负责这个案子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有办法证明我父亲是清白的。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。但是你可以选择
推迟公诉的时间呢，包括选择退出。他们如果想找新的检察官，这也得需要时间呢。我以什么理由呢？就以你是我的未婚妻，选择回避不就完了吗？我不能这么做，得给公众一个交代，这是逃避。但是你得相信我的父亲他是清白的呀。我相信他是清白的，但是我也得相信证据。那你这什么意思呢？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你父亲他涉嫌参与连环欺诈。我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，我愿意相信他是清白的。可我是检察官，我只能相信证据和法律。那法律在你眼里是什么？是保护每个公民的武器。是武器，它放在好人手里，它就是武器；可放在恶人手里呢，它就是犯罪的工具。我父亲被他们诬陷了，他们正是利用法律在诬陷我的父亲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其实，我相信你父亲是无辜的。哼，是吗？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你本来可以做点什么，但你什么都没做。你为了自己的仕途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谁也料不到事情会发展成那样。3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，这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狡辩。关于你父亲的死，这3年来我一直都非常的内疚。为什么要内疚？抓到了欺诈罪的最大嫌疑犯，当上了最年轻的检察官，多么光荣啊！干嘛要内疚？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父亲，他就是一个涉嫌欺诈的坏警察，他和季先生串通一气，在畏罪潜逃中自杀了。哼，没什么好内疚的。好吧，如果这样说能让你觉得好受一点的话。我问完了，你可以带他走了。问出什么没有？出事以后，你们就再没见过面了。走，跟我去一趟市政府。韩副市长刚才打电话来，说要找我们去谈谈。你们自己说说，你们办的这是什么案子？办案的警员竟然把情报卖给了杀手，自己还被人打死在审讯室，这不简直成了笑话了吗？这不是？我让你们去查案子，结果呢，还是给我弄出来个黄启正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关于你父亲的事情还没有下定论。我这么说，的确是有些言过了。但是事隔3年，又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让民众还怎么相信我们这些政府？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，是我把乔恒喜安排进专案组的。王一红办案一直很努力，这次发现乔恒喜有问题，也是他的功劳。其实啊，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，也想尽快的把这个案子破了。但是你不能越查越乱啊，是不是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必须得有人出来负责任，给社会舆论一个交代吧。否则，我只能终止你们继续调查了。啊，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。乔恒喜是我的下属，发生这样的情况，是我用人不当。王一红还很年轻，这3年来，他一直在追查这个案子的下落，并且已经掌握了不少的线索。我希望这件案子他能够继续跟进。其实啊，我也是这么考虑的，龙兴啊，我这可不是针对你个人啊，我只是你不用说了，我明白。你对我们的调查能够鼎力支持，我已经非常感谢了。以后
我只负责警机内的行政事务。至于调查方面嘛，我希望你能够继续支持王一红。啊，还有，由于警机内部出现了内鬼，地方检察院已经介入调查了。地方检察院？啊，我也听说了，好像就是3年前负责你父亲那个案子的检察官，叫陈英竹吧。但是，既然是上面的决定，我们一定尽力配合。韩副市长，那我们先告退了。啊。走。不好意思。刘秘书啊，今天晚上我想去一趟伊丽莎白夜总会，你安排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低调一点啊。好。事情不会一帆风顺的。乔恒喜不是你的责任。我当初同意他加入进来，是想用他的经验对你的调查有所帮助，没想到他倒成了最大的绊脚石了。现在好了。把他揪出来了，以后的路啊，就好走了，啊，这回你抓住这个罗凤玲，我倒是感到十分意外。虽然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季先生跟罗凤玲见过面了，说明你现在的思路是正确的。照这个思路查下去，一定会有所收获。关键现在是谁收买了乔恒喜的？啊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您不是也跟我说过吗？连市长都已经支持我们了，那您现在为什么要？总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。承担什么责任呢？哦，难道让人背黑锅比破案子还重要啊？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政府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干脆辞职不干得了。你说什么？辞职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为这种政府当差有什么意思呀？还不如投靠。隔墙有耳，我说错了吗？你看过这本书吗？哼，我都不明白，政府为什么要进这种书啊？难道就因为说了政府几句坏话？人家说的是实话呀。什么时候说实话还有错？这本书是我的，我不是为了哪个政府、哪个政党来做这个警察局长的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也追求正义，我相信正义。这次我主动提出退出这个专案组，并不代表我放弃了什么，而是我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继续。什么方式？我知道有这么一群人，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腐败的政府不一样，他们相信正义，追求真理。也许我早就该寻求他们的支持了。孟局长，您不要再说了。无论您做怎么样的选择，我都支持。您说的那群人是谁？我知道。你先给咱到我这啊，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呀！啊，来，请，市长，来，啊，这个，来。你是曹一文吗？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明珠，
开下门。我累了，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吧。哎，有位先生想找你谈谈，来开门啊。估计又是那个大老板。你从后门先走吧，我晚点去找你。来，请，来，好，哎，叶小姐，你好。白天我们在警局见过面。您是？啊，这是咱们上海市的韩副市长啊。韩世贤，你好。韩市长你好。周老板啊，我想跟叶小姐单独待一会儿，行吗？好，您请啊。哎。哈，叶小姐，你不要紧张，我来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亲手把这个还给你。这个怎么会在您那儿？我找了他好久，以为他丢了呢。白天你在警局的时候碰到龙局长身上掉下来的。看我这粗心的，还麻烦您亲自送来一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没什么。这个项链对你好像很重要。嗯，我母亲送给我的。即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我都还留着它。今天发现它不见了，我急得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能跟我说说他吗？谁？韩市长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？曹一文，咱俩终于见面了。你比我早出生1分钟，我算是你弟弟吧？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俩的关系。我也是刚刚知道还有你这么个哥哥。这么说，曹恩玉是我亲生父亲。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20年前，父亲还是一个浙江的小商贩。因为一次失败的投资，欠下了王财主一大笔钱。当时母亲正好有身孕，于是王财主提出要拿即将出生的孩子作为抵押。抵押？王财主结婚很多年，没法生育，求子心切的他，希望认养曹家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。虽然父母不愿意，可是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就暂时答应他，等孩子出生以后，先过继到他那儿。等什么时候还清了债务，什么时候再把孩子领走。可谁知道，当母亲临生产的时候，生下的是一对双胞胎。所以王财主知道这一下曹家生了2个男孩，说什么也让父亲必须给一个孩子过继到他名下，要不然就马上还钱。父亲还不上，就把我这个早出生1分钟的哥哥送给了他。后来，王财主给了家里一笔钱，让父亲永远不要提起孩子的身世，怕父亲变卦。之后就全家迁离了那里，到了上海，跟父母从此再也没有联系。有了这笔钱，父亲渡过了难关，家境慢慢富裕起来。10年以后，就生下了我妹妹。
也许是父母对这件事情感到愧疚，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有你这么一个孪生哥哥。愧疚。他如果觉得愧疚，那富裕了之后，为什么从来没有找过我？也许是他们认为你已经过上了富家子弟的生活。富家子弟，你知道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承受着多大的痛苦？痛苦。哼，也许你从来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，但是你也没有尝过一夜之间失去所有亲人的滋味。3年前我的父亲也去世了，你到现在才知道你真正的父亲是谁。黄启生待我跟亲生父亲一样。黄启生，当年把你从孤儿院领走的是黄启生，怎么，你不知道？害死我全家的，就是你的养父。害死你全家的人，不可能是我父亲。我全家，你父亲，好一个认贼作父的哥哥！我不许你这么说。我的父亲，一定是清白的，清白。他如果清白的话，为什么当时会接受警察的审讯？如果他问心无愧的话，为什么要挟持紧押，企图逃走？无话可说了吧？嗯？如果不是那场意外，我会亲手杀了他，你信不信？他妈给我闭嘴！开枪！嗯？当年黄启生没有把我杀了，他一定觉得很遗憾。现在，我把这个机会留给你。开枪！我告诉你，杀害你全家的，不可能是黄启生。行了，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了。我不会跟一个死人去计较。如果你现在想开枪，就赶紧；否则就不要挡着我的路。我还要去为父亲报仇，为我自己的家人报仇。干什么去？找出南港案的真凶，然后杀了他。我父亲黄启生一直认为曹家的死跟3年前南港欺诈案有关。如果你现在跟我回警局，我们可以一起查出真凶。3年前认定我父亲纵火自杀、草草结案的，就是你们这帮无能的警察。你认为你自己可以查出真凶吗？还有，接触左阿四、张善民还有罗凤林的人是不是你？你跟季先生究竟什么关系？他是不是还没有死？如果你真的想为自己的亲人报仇，就不应该妨碍我。是你的亲人，也是我的亲人，但你别忘了，我还是一名警察。你要是再这么干违法的事情，我不可能让你走。如果你真的是一名警察，就应该去找出真凶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只要我生一口气，我就要为我自己的家人报仇。你等等，我父亲在档案馆里一直关注一个人，他叫林中军，3年前因为行窃入狱。我父亲在生前一直怀疑他和我们家人的死有关。如果你现在跟我回警局，我可以母亲就独自一人把我抚养长大。你长得好像你的母亲呢。你见过我的母亲吗？我说的是吊坠里的照片。她本人啊，可比你照片里漂亮多了。她还好吗？你认识我的母亲吗？哦，